韩元出了火车站，向公交车方向走。就是他，抓住他！冷不防有人喊了一嗓子，韩元被吓了一跳，扭头想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可他刚转过脸来，就被跑过来的一个大汉飞脚踹翻在地，不由分说，倒捡着韩元的双手就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，说韩元是强奸犯。抓他的人是一对兄妹，喊抓人的是妹妹，叫谭花，抓韩元的是哥哥，名叫大春。前不久，谭花下夜班回家，本来每次都到半路接他的哥哥大春，因为拉肚子晚来了一会儿，结果就在胡同口，有个坏人趁着周围没人，从背后捂住谭花的嘴巴，不许动，乖乖的听话，否则要了你的命。然后便对他进行犯罪。谭花拼命挣扎，可惜对方力气很大，他的衣服被扯破了，遭到了侮辱。就在这个坏人为所欲为的时候，哥哥大春赶来了，他一脚将那个家伙踢开，然后一顿拳打脚踢。可惜大春拉了一天的肚子，浑身没劲儿，最终还是让坏人给跑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春便带着妹妹谭花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。经过谭花同意，女法医进行取证，可是在谭花的体内没有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，唯一的线索就是兄妹俩对坏人的长相都有记忆。但要想破案，不会是一两天的事儿。于是兄妹俩没有干等着，没事就到处转悠，希望能找到那个坏蛋。今天刚巧，他们到北京站的广场上转悠，忽然就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就是韩元。这才有了开头的韩元被抓的那一幕。兄妹俩都很肯定，那天晚上欺负谭花的就是这张面孔。听了他们的指控之后，韩元大呼冤枉。警察叔叔，我是个学生，第一次来北京，我是来上大学的。警察同志看了看韩元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，若有所思，然后就问：韩元，你是西安人？是。那你能不能证明最近1个月你都没有来过北京？当然能了，我每天都跟父亲或者同学们在一起。韩元脱口而出。那好，你能不能找来2位同学给你作证呢？韩元一想，不行，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各自去读大学了，谁能专门跑过来给我做这个证明啊？警察点了点头，又转向了大春和谭花兄妹。虽然你俩都认为他就是坏人，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。我想起来了，谭花突然喊了一句：那天晚上我咬了坏人的肩膀一下，劲儿很大，肯定咬破了，现在应该还能看出来。于是韩元被带到另一间屋子，检查肩头是否有伤痕，结果他的2肩膀都是溜光水滑的，没有一点伤口或是疤痕。于是警察同志就把韩元给放了。大春和谭花很不服气：警察同志，我们兄妹俩不会说谎的，那天晚上肯定就是他，他这张脸我们记得很清楚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我保证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的。不过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不足以证明韩元有作案嫌疑。仅仅通过你们对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的记忆是不行的，毕竟当时是晚上，另外长相相似的人也不少啊。
韩元开始了大学生活，军训结束，正式开课没几天，出事儿了。不知道是谁在学校门口贴了一张纸，纸上面写着韩元是个强奸犯。这件事儿很快传遍全校，人们不明真相，自然是胡乱猜测。一时之间，韩元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，就连同寝室的同学都没人跟他聊天了。这还不算，又过了几天，韩元到学校对面的超市买东西，万没想到有人在暗处盯着他呢。就在他买完东西刚回到学校门口，正要往里走呢，一个大汉飞跑过来，一拳击中了韩元的头部。大汉出手很重，韩元被打倒在地，接着就是一顿脚踹。韩元双手抱头，在地上翻滚。这时候保安来了，大汉一看不妙，迅速逃跑了。韩元看得清楚，打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大春。他知道贴匿名大字报的肯定也是他。韩元心情更糟了，没事就到校园内的小河边溜达。同乡同学小美姑娘知道韩元的遭遇，见他往河边跑，担心他想不开，便尾随而至，上前开导韩元。韩元，我知道有人贴大字报说你，还打了你，我相信你是好人，他们这是诽谤和人身伤害，你应该报警啊。韩元苦笑着说：嗨，算了，咱是学生，哪有时间去打官司呀？哦，那也行，只要你能想开，别影响学习就好。哎，但愿这事儿能到此为止吧。可惜的是，事与愿违。老师见韩元情绪比较低落，怕他出事儿，就把近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韩元的家长。韩元的母亲前几年去世了，他父亲独身一个人，非常担心儿子。听老师说了发生的一切之后，决定到北京来看望韩元，给他精神上的安慰。该找倒霉，从县城坐汽车赶往西安的途中出了车祸，老汉不幸去世了。韩元听到这个消息，悲痛欲绝，哭着跑出教室，就想着坐车回西安。偏巧这时候，大春和谭花这兄妹俩又跑来学校闹事儿，在学校大门口揪住韩元的衣领，破口大骂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，小美站了出来：你们快住口，要不然我可报警了。你是谁？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坏事吗？还来维护他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韩元不会干那种坏事的，你们不要冤枉好人。不知道是哪位有心人把整个吵闹的过程呀拍了视频，配上文字介绍，就给发到网上去了，标题叫名校男学生疑似强奸犯，校园门口遭殴打。这条视频很是吸引人的眼球，迅速上了热门。北京有一个中年女人也在手机上看到了这条视频，当她看到韩元的脸的时候，眼睛瞬间直了，暂停视频，端详了老半天。他肯定是我的儿子。这个女人名叫甄雪梅，当年未婚先孕，被男朋友抛弃，她坚持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大儿子给了她久婚未育的兄嫂，取名叫甄健；二儿子送给了她的姐姐姐夫。但是在孩子3岁的时候，被姐姐把孩子给弄丢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简短截说，甄雪梅找到了韩元，跟韩元一说，韩元倍感意外。
他说：“是的，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被拐卖过，也曾经想过找寻亲生父母，可惜3岁之前的记忆很少，很模糊。养父母对我又十分疼爱，胜过亲生儿子，所以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”经过亲子鉴定，韩元果然是甄雪梅的亲生儿子。这时候，警方也已经抓到了欺负昙花的那个犯罪嫌疑人。没错，您猜对了，就是韩元的双胞胎哥哥甄健。甄健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审判。大春和昙花兄妹俩非常后悔对韩元所做的一切，诚恳道歉。韩元也就没有追究他们，继续努力读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亲生母亲甄雪梅希望韩元留在身边。儿子，你看，你的养父母都不在了，你就别回西安了，留在北京工作吧。而韩元呢，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和小美早已成了一对恋人，打算跟小美一起回西安老家。妈，小美的爸妈就她这么一个女儿，而您呢，现在也有老伴儿，有孩子，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所以我还是回西安吧，我会时常来北京看望您的。于是，韩元和小美毕业回到西安工作，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